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HSK 6级考前辅导系列课。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要介绍第3种说排除法的方法，那就是找相似或者相反的表达。在一个段落当中会说很多的小句子，这些句子上呢其实是有逻辑关系的，也就是说，如果它都是逗号逗号，那可能意思是说的一个意思，就是意思比较相近。但是呢，也会出现，比如说在这里有一个但或者然而，也在我们课程当中呢多次和大家提醒过了，就是说你看到了转折的这种词语就要注意了。第一呢是转折之后有可能是重点，第二就是转折以后它的意思一定和前边的意思是相反的，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的提示，你要去找相似或者相反的表达。那这个小技巧到底应该怎样在我们的题目当中去用呢？其实通过看这些年考的真题，你会发现你在做题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很多题目虽然是考你近义词的辨析，但是你可以通过意思去找到正确的答案。不相信吗？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第1个练习，生活可能不像你想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出现了一个关键的词是但后边呢又有一个空，一定要仔细看一看前边那一句话说了什么。说的是生活可能不像你想的那么好，是积极的，说生活呀不一定非常好，但是那这里是不是应该去找好的反义词了？好的反义词你会说不好，对，没有问题。那除了不好呢？我们来看一看4个选项当中还有哪个词或者哪2个词的意思和不好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呢？ A. 丑。丑的反义词是什么？漂亮，很好。说一个人长得非常好，长得非常好看叫漂亮。说他长得不太好看，或者说有一些东西设计的比较难看，我们叫丑，所以它不是好的反义词。再看糟。糟是好的反义词吗？糟的意思就是说不好，比如说糟了，有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意思就是不好了，可能这件事情我做错了，或者说发生了一件你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用糟。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很糟糕，天气非常不好，我们说糟糕。所以糟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不好，我们放在这里正好。生活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也就是说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不好，那么坏。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 B 放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排除了 A。 那再看一看 C 和 D 能不能排除呢？ C 是心。心是什么？在这里让大家去想一个动物，想一想海边，想一想你闻到了很多鱼的味道，虾的味道，但这个呢又是不太好闻的那一种，想到了吗？这种味道就是腥。腥其实就是鱼呀虾呀，它的一些闻起来不太好闻的味道，我们说就比较腥。或者说血腥也是这样的意思，都是不好的味道。棒呢？棒其实它是好的意思，但是我们这里出现了但，对不对？但后边的意思一定和前边的意思是相反的，因为是转折词，所以你不能选择好的，你只能去选择不好的。所以我们通过第1空找相反的表达，确定了答案就是选择 B 选项，是不是非常快？看完了第1空，下边的2空只需要把词带进去
检验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接着看，人的脆弱和顽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在这里呢，想跟大家说一下，顽强、坚强看起来好像意思差不多，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顽强和坚强后边呢都可以加白勺的，是固定搭配。顽强的斗志，坚强的斗志，顽强的意志，坚强的意志都是可以的，这是它们意思相同的地方。但是顽强后边还可以加精神，坚强不可以，只有顽强可以和精神在一起。这一个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看到了有顽强有坚强，但是后边是精神，一定要选择的是顽强。还有性格也是可以用顽强来形容的，性格顽强。坚强呢？坚强有一种动词的意思，比如说让你变得坚强起来，让你振作起来，我们可以说坚强起来。而第三个顽固，顽固是一个贬义词，就是不好的意思。如果你说一个人顽固，一定不是在夸他，他呢是说一个人思想保守，不愿意做出改变，这个是顽固。好，有时我们可能脆弱的因为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怎样着牙走了很长的路。这里是一个分号，说的是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说人很脆弱，第二种呢是说又很坚强，是脆弱相反的，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想一想，你再坚持不下去，比如说做俯卧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但是想再多做2个，是不是用尽力气，咬着牙才能坚持下去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通过 D 选项通过后2个空也可以确定答案就是 B。 好，再来看今天的第2道练习。分散生长的树木因为没有竞争存在，就懒散的怎么样生长？这往往使它们长得奇形怪状，最终不会成材。在这里说懒散的什么样生长，意思呢应该和懒散差不多。想一想懒洋洋散漫的样子，再去看一看4个选项给了你哪些词。 A 随意， B 随即， C 随身， D 随手。在这里其实这4个词虽然第1个字都是随，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不会存在特别大的干扰。如果你能结合相似的意思、相近的表达来做题目的话，这道题一点都不难，而且只需要看第1空就解决了。我们看一看，说没有竞争，它们就懒散的这样生长着，懒洋洋散漫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文章的意思。 A 随意，随意就是你随着你自己的想法，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个是随意的意思，和文章的内容意思比较相近，我们保留一下 A 选项。再看 B 随即，随即是什么呀？随即的意思就是说，给大家先举个例子，出租车在这里只能停一下，不能长时间的停，客人下车之后他随即就走了，就是时间非常短，放在这里合适吗？不合适，所以排除 B 选项，剩下的几个空都不用去看了。 C 随身，现在人一定会随身带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手机，也就是它一直和你在一起，随身总是放在你的兜里或者包里。
钱可以不带，但是手机一定要随身带，这是随身，放在这里也不合适。C 也排除了。再看一看 D 呢，随手。随手其实是顺便的意思，比如说，我随手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了，没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还没有费力气，随手我就把它捡起来了，不是特意去做的，而是就是图个方便，然后我就这么做了，不麻烦，我们叫随手。好，所以通过我们第一空，通过这种相似的表达，可以确定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A 选项。那我们把其他的几个空、几个词带进去，看一看意思对不对呢？接着往后读，而聚集在一起的数目，每个个体各单个，所以选择个体没有问题。每个个体要想生存，就必须让自己长得高大强壮。同样也是给你提示，只有一个个体，所以选 A 没有问题。这样才能争得有限的阳光、水分等生存资源。阳光和水分对于植物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想要长大、想要成材的一种资源，从而存活下来，最终长成栋梁之材。竞争的力量让生命自强不息。正是因为有了竞争，所以自己一直在努力，想要在竞争的环境当中变成栋梁之材。所以自强不息在这里也非常符合文章的意思。我们可以肯定，最后的答案一定是 A 选项。好，再看下一道题目。任何大的成功都是从小事一点一滴怎么样而来的。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不肯做的人。第一空提示你，好，小事慢慢的变成了大的成功，是一点一点的变成大的成功的。想一想这个语境，想一想这个意思，放在这里的词应该和它们是相似的表达。看一看选项里有哪些词呢？ A 取得， B 积累， C 争取， D 获得。文章的意思强调的是什么？一点一滴，由小的一点水，一个小事儿，一滴水慢慢的变成大事儿，变成成功变得成功了。所以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积累的过程，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B 选项。在这里只有 B 积累和一点一滴，它的意思差不多，都是由少变多，慢慢的从小的变成大的，少的变成多的，所以只有 B 选项符合语境，是我们说的相似的表达。那我们再接着看，取得、争取、获得，它们都有什么不一样或相似的地方呢？首先来看取得和获得。取得和获得呢，它都是指通过努力得到好的结果，记住了，是好的结果。那有什么区别呢？取得是自己争取的，比如说我通过努力学习取得了好的成绩，是你自己做的。而获得是自己加别人，什么意思呢？不光自己努力了，别人呢也给你帮助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获得了好的成绩，或者说在这里这个给你成绩给你评价的人是别人而不是自己。比如他获得了领导的表扬，在这里你就不可以用取得了，取得是你自己争取来的，获得呢在这里是谁表扬他的？是领导，
是别人表扬他，而不是自己争取到了一个表扬。所以获得有第二个意思，不光是自己争取的，也有可能是别人给你的，有你的努力，别人看到了，所以呢表扬一下你，你这个时候就是获得了表扬。这是取得和获得的这样一个细微的差别。我们接着往下看，想想你曾经经历过的失败，当时的你真的用尽全力试过各种，我们最终选的是办法了吗？在这里有的同学问了，老师，办法和方法有什么区别？其实真的是差不多，但是呢他们的用法上边有一点细微的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办法经常和有没有在一起，我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这件事情真的是没办法了，所以办法经常和有没有在一起。方法呢？方法更说的是做某一件事情它的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做。比如说学习方法、工作方法、科学方法，都是非常细的某一个方面，在这里就不用办法了。这是他们两个在用法上的一点区别，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困难不会是成功的障碍，障碍就是不会是阻碍你成功的，不利于你成功的。只有你自己才可能是一个最大的绊脚石。我们的意思放在这里也是没有问题的，把3个空带进去，检查了一遍，没问题，答案就是 B 选项。但是怎样确定的呢？用最快的方法是从一点一滴这个提示而找到了积累这个选项。好，接着再来看下一道题目。下雨时，汽车司机的什么会受到影响？尤其是下暴雨时，雨刷器不能有效地刮进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令司机眼前不清，又是一个空。因为气温降低，挡风玻璃上会有雾气，这时要打开冷气和后挡风玻璃加热器，以尽快怎么样雾气。说了很多，其实就是关于开车的时候下雨呢，你的视线不太好，所以你要做什么，对吧？那怎样去找一找突破口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空，下雨的时候呢，司机的什么会受到影响？也就是你看的地方可能看得不清楚了。选项有视线、眼色、视野和眼神。哪一个是说你看到的东西的？是和视线或者视野有关的，看到的线一个方面，野一片地方，视野视线都可以。然后呢，在这里说挡风玻璃上有雨水，所以令司机眼前怎样不清？有东西在挡风玻璃上，你是不是就看不清楚了？所以在这里你要找一个相似的表达，看一看哪一个词说的是看不清楚。 A 模糊， B 混乱， C 含糊， D 疲倦。看到第二个空，松一口气吧，简单直接就可以选择出正确答案。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说你做这道题目要找什么？让司机眼前，也就是你看不清楚，意思已经告诉你了，你只要找表示看不清楚这个意思的词就可以了。 A 模糊没有问题，看不清模糊意思一样。混乱呢？场面非常混乱，也就是非常的乱，说的不是不清楚，而是乱，所以排除 B 选项。 C 含糊，含糊的意思就是说你说话说不清楚，说的是说话说不清楚，不是你看不清楚，
所以在这里也是错误的，排除 C 选项。D 疲倦，这个就是放在这里充数的，根本不会干扰到大家，是不是？疲倦是说你很累，和你看不清楚有关吗？挡风玻璃上有雨水，所以你累了吗？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在这里通过第二孔，简单直接明了的就把 B、C、D 全部排除了，最后留下来 A 选项。那下一步要做什么呢？确定了答案之后，你一定要去读一读，看一看剩下的3个空是不是真的符合题目的要求。放在这里看，视线会受到影响，没问题。眼前模糊不清，然后同时时间发生的是一样，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同时，因为气温降低，挡风玻璃上会有雾气，所以呢，这时要打开冷气和后挡风玻璃加热器，以尽快消除雾气。消除就是把它除掉，不要了。在这里肯定不希望玻璃上有雾气，所以消除的意思也是符合文章的意思的。我们最终可以确定 A 是正确答案。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这道题目。好，再多做一道题目，看一看这个方法你掌握的怎么样了呢？说的是元宵节。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大部分地区的什么是差不多的？在古代，元宵灯会给未婚男女的互相认识怎样的一个机会？那时候，年轻女孩不允许出外活动，但是出现了但，要注意前边后边的意思一定不一样。看一看后边说了什么，因为它呀可以给你提示，告诉你前边句子的意思是什么。但是过节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元宵节赏花灯期间，就是男女青年与心爱的人约会的什么样？在这里给大家的提示是但是后边说的是但是过节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就是说过节的时候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出来玩，那不是过节的时候当然就不能出来了。我们看一看前边，年轻女孩不允许出外活动，怎么样活动呢？自由、自愿、痛快、单独。在这里我们可以排除掉的是什么？首先，你不可以自愿，自愿是自己愿意，这里是错误的，所以自愿排除。痛快呢？痛快在这里是不合适的。痛快是什么意思？非常爽，一下子说这个人说话很痛快，直接就想说什么说什么，它是指非常舒服、非常爽的意思，简单干脆的意思。所以 B 和 C 你可以排除。自由活动还有单独活动其实都是意思差不多的。我们呢排除掉了 B 和 C 2个选项，但是又结合后边说的是结伴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之前你是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和朋友出来玩的，在这里其实自由的意思更符合。但是呢，单独其实放在这里好像意思也有那么一点点和文章表达差不多，我们保留一下 A 和 D， 再看一看其他的句子能不能给你提示。看第一句，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大部分地区的什么是差不多的？过节一定会有各种活动，一定要去做什么？比如说元宵节赏花灯，这是什么？这是风俗习惯，对不对？留下来的 A 是习俗， D 是兴趣。请你告诉我，在这里你找到你的正确答案了吗？如果刚刚
在这里你还在纠结，我是选自由好还是选单独好？看完第一句，是不是答案出来了？应该是选择 A 选项，因为这里说的是习俗，每个地方过元宵节要做什么，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兴趣喜欢做什么，所以答案应该是 A。我们把剩下的空带进去看一看。在古代，元宵灯会呢，给未婚男女的相识、互相认识给了你一个机会，提供了一个机会，没有问题。然后再看最后一句话，元宵节赏花灯期间，就是男女青年与心爱的人约会的时机，也是一个机会啊，所以时机也是没有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确定，通过但是后边的意思看一看前边，排除了 B、C 两个选项，结合第一空我们又排除了 D 选项，所以用排除法非常快的选择到了答案 A 选项。好，再看一道题目，宽恕别人就是善待自己，什么只会让我们的心灵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而宽恕却能让我们的心灵获得什么？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词而后边加的是宽恕。文章一开始也说宽恕别人就是善待自己，所以是在肯定宽恕的。那看了后边的句子，想一想，而前边的句子说的这个内容一定是和宽恕相反的意思，不去宽恕，不去原谅别人，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就去4个选项当中找一找，看哪一个词适合放在第一空。 A 恩怨， B 悔恨， C 厌恶， D 仇恨。首先呢，先可以排除掉的是 B、C 两个选项。悔恨是自己做了错的事情，自己在后悔。厌恶，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厌恶是非常不喜欢，所以它的反义词是喜欢、爱好，所以我们可以把 B 和 C 排除。再看恩怨，恩怨是两个意思，恩对你有恩，是别人帮助过你，怨是可能别人做得不太好，危害到了你的利益，所以你有怨气，有矛盾，有摩擦，它是两方面的内容。而我们这里说这个东西只会让你生活在黑暗之中，它是消极的，一定要选的是不好的词。恩怨呢是一个中性词，所以不能放在这里，我们就剩仇恨了，对不对？你总是对别人抱有恨意，怨恨别人，是不是就让你生活在了黑暗之中呢？所以我们通过排除法，第一呢是选和宽恕相反的意思，不原谅别人，那就是你要带着仇恨，你不原谅，你不就是有恨意吗？第二呢，你还是可以去排除掉的是意思是生活在黑暗之中，所以你一定要选的这个词是不好的词，我们可以排除掉 A、B、C 3个选项，最终得到了 D 选项。最后呢，我们再来把剩下的3个词放在文章当中，看一看意思对不对。宽恕却能让我们的心灵获得自由，原来你是被困在黑暗之中，现在呢你宽恕了别人，就有了自由了。宽恕别人可以让生活更轻松愉快，宽恕别人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多朋友，宽恕别人就是解放。放在这里剩下的3个空意思上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答案是 D 选项。好，这道题呢其实就用到了相似的表达，黑暗之中要找完全不好的词，也用到了相反的表达，后边是宽恕，所以前边那个词呢一定是和宽恕的意思相反的。
最终我们得到的答案是 D 选项。好，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了，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小技巧，去文章当中找一找相似或者相反的表达。你在做题的时候呢，也可以试着去看一看，多读一读这个段落的意思是什么，根据意思去选择那个正确的词汇。好，最后呢，祝大家考试顺利，我们下节课再见。